一天开工了，之前的房主一直没住过，一直是出租的，所以没太注意房屋的保护，导致露天阳台两边墙长时间被雨泡，出现了漏水情况，还是比较严重的。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做防水。咨询了一下，相对于防水涂料来说，这种黑色的防水性能要更好一点，所以特意找了专业做防水的师傅，把屋顶还有阳台上拐角处都用黑色的防水做了一遍。材料是400块钱一袋，一共用了5袋。其实真的很想假装说明说，能自己干的活绝不多花1分的原则。开整吧，拆东西，气质这块必须拿捏死死的。不过其实过程是这样的，小场面一定是姿势不对。拆完了踢脚线，接下来要拆屋顶了。一开始是用螺丝刀拧的，我的手要废了。拆了一半才想起来，我好像有电动拧螺丝的。换了电动的，果然效率。本来拆完计划是要做吊顶的，但是拆完瞬间觉得爱了这个斜角屋顶，特别像城堡，有没有？可以配一个水晶吊灯，然后落地玻璃数百叶窗，再配个投影仪，想想就美。不想干活了，只想躺在屋里煲剧。临时决定不吊顶了，所以先别问我想要装成什么样子，因为我也在走一步想一步。不过其实无论装什么样子，不在于它是不是豪华奢侈，也不在于它多大，更不在于必须要在第几层，忽略掉这些顺便买了滚筒和手套，共计花了50，从家里拿了水桶开整。其实我原本想的比较简单，墙面本来就是白色的，所以我以为直接在涂乳胶漆就行了。装修师傅直接给我说不行，理由嘛，反正说了那么一大堆，最后结果显而易见，那就是我没说过他，我妥协了，得先处理好墙面基层，也就是说，首先要把之前的墙皮铲掉，才能再说后边的事儿。我感觉我瞬间没脾气了，前后找了2波师傅，一个报价1100，一个但是打心眼里就没有这块预算，继续保持能不花钱绝不花钱的原则，我只能自己上手了。铲了一上午，没闲着，把我妈诓来跟我拆隔断。我是想要做开放式厨房的，所以把隔断去掉，让客厅跟餐厅打通，这样更亮堂一点。期间买水花了20，中午叫外卖70，奶茶36，共计花费1176。我又在铲墙皮了，踩坑是想到的，但是没想到一上来就被坑。我昨天不是下午找人帮忙铲的墙皮吗？但似乎找了个寂寞，因为铲墙皮的师傅只给铲了表面的一小层，大面积底皮都没铲掉。最主要的就是屋顶，根本就没有铲，因为昨天铲墙皮的师傅给我说不用铲屋顶，关键是我还真的相信了。今天兴致勃勃找装修师傅去看，竟然要求我全部。这如果装修师傅不说，终究是还没有整吧。接下来是极度舒适的一天，今天的成果只铲了客厅一半的斜角和餐厅，连1/3都没有。我们自己铲过墙皮吗？一开始我觉得这多大点事儿呀，直到昨天被迫铲了1天墙皮后，我觉得事态可能有点控制不住了，但奈何预算有限，之前找的师傅花了1000也没给我铲明白，实在不舍得再花1000了。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硬着头皮也得继续铲下去呀。不过有了前2天的经验，今天顺手多了，用滚刷滚了好几遍水，墙面泡透后再铲。其实这活也不难，就是泡一泡铲一铲的事儿，但是干起来是真费劲儿呀，老胳膊老腿儿感觉都要交代在这儿了。平时不锻炼，这几天把锻炼全部。嘿嘿，果然人多力量大。不过他说一直到我装修完期间，他要跟我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工作。今天这个视频的名字，装饰城的老板帮忙找了2。但是我听完心里却很酸，不是同情。工
工作太辛苦，因为我经常要熬夜到1点。可以有更多的生活选择。今天木工师傅正式进场了，专业的事情还得交给专业的师傅做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墙面，我用的是石膏板包墙，这样就不用担心后续掉墙皮的问题了。大功夫才给墙面全部找平。更新了，省了2000多大洋的柜子，今天终于开始做了。全屋定制衣柜报价太高了，但是又不想舍弃这种造型，所以我是自己买板材找木工师傅帮忙打的柜子，希望不要翻车。这个卧室真的是只有一点点空间，所以真的一点位置都不能浪费。所以昨天除了做衣柜外，今天要在这个斜角的地方打一排斜角柜子，可以方便收纳一些小东西。异形柜子很多师傅都不愿意做，而且费用也高哦，所以一定要提前跟师傅沟通好。我这里跟师傅谈的是160大洋一立方，真的是超级划算了，而且师傅做的也是很仔细的呀，丝毫一点都不毛躁。虽然尺寸不大，但是这里的柜子真的是挺考验木工师傅的，一点都不少费功夫。我原本想的还是比较简单的，以为直接做个梯形放进去就可以了，没有那么平，搭好的柜子果断放不进去了，就差1毫米，费了好大劲磨墙才放进去的。别看现在看上去这个斜角好像很多余，也不大，不过打成柜子真其实一点都不少。成品效果吧，明天要做客厅柜了，期待。今天做的拱门又翻车了，我觉得我都可以改名字了，改成翻车大师。只能拆掉重新做了。一开始考虑到有台阶，不想下来太多，所以我取的不是正圆的一半，而是小半圆，所以导致出来后的效果特别像被人踩了，一点也不灵动。纠结再三，我还是决定拆了重新做。给大家总结出了几点避坑小技巧，打算装拱门的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下哦。1. 首先确定门洞的宽度，打磨石膏板画出圆的中心。2. 一定要取门的一半宽度为半径画圆，千万不要让师傅徒手画圆，那样画出来会非常难看。我们师傅是自制了一个圆规，方法非常简单，以圆心为始，钉上一个与半径相同的木条，并画出半圆。第3，如果高度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一定要取整半圆，不然就会跟我第一次做的拱门那样，整个趴在那儿不灵动。第4，安装木龙骨。木龙骨是师傅提前钉好的，将取下来的拱门框镶嵌在木龙骨上。然后用木方加固。第5就是挨着框架把石膏板封上。这里我想说，师傅是真的太牛了，石膏板愣是没切，靠手艺一点点给弯出了半圆。当，最后做出来的效果加上拱门立马变温柔了，有没有？就师傅这个手艺，今天这个拱门售200，你们觉得值吗？脚料嘛，想想也不能浪费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在屋里寻摸了一圈，最后果断决定再做一个地暖分水管的遮挡箱板，因为省则省，坚决不能浪费。
石膏线条了。我是没有做吊顶的，还是利用之前的斜顶和上架做的平顶。后来觉得有点单调，所以找师傅帮忙镶了几根石膏线条，让整个空间再温柔一点。我知道黑白灰更有轻奢现代感，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家庭温馨风，可以慵懒的随意窝在家里。镶石膏线条就是出活，几根上去。我是全屋一体施工，所以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焕然一新的感觉，但是小窝真的也有在一点点变好，未来可期。像木工阶段也完活了，木工费5280，材料费6000，料之前做防水啥的，预算5万装修，还剩34550.3，时间很紧张，只能先堆在屋里了。等材料送过来期间，我们也没闲着，把几个非常有年代感的木门给兴致勃勃的买好了材料，今天就被浇了冷水。不过我突然有个大胆，自己上手试试。当然，这个提议遭到了全家反对，包括我们家狗子。但是开玩笑，以为这样就能阻挡我的热情，说干就干，趁着还有股子冲动劲儿吊着。只是万万没想到，一上来就遇到了大难题。我想了千种万种打败我的方法，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一上来我竟然栽到了墙库的，毫不夸张，光开盖我花了2个放弃了，终于打开了。刷完墙固之后就要打石膏粉了，今天先尝试包了一下屋里的阴阳角，比我想象的有点意思。包完第一个后边越来越熟练了，我平时的工作都是在办公室费脑子的，突然干点费手的活，睡眠质量都变好了。不过从我打算自己动手，我听到了 N 个人给我说我不行的，还是老老实实等着办。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做的好坏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就算刮得不平又怎么着？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冲动也慢慢变成了奢侈品，所以只要无伤大雅，如果还有一丝冲动，那就去做啊，试一下，给自己留个珍贵的回忆，不也挺好？哦，对了，其实前面说的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最后这句。如果你们认识的师傅年底前还有能接活的话，记得一定。你们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超级后悔自己做的决定？我有，就在昨天。我做了一个超级不自量力的决定，刮腻子。其实不是我的问题，主要是那个桶它太过分了。但是甭管怎么着吧，自己做的决定咬着牙也得坚持的久一点，不然太没面子了。对了，插一句哈，你们有没有认识装修师傅年底前还能接活的？一定记得给我介绍一下呀！问我为啥这么着急？因为这样就能按计划完工呀，让大家悄无声息的忽略我那些年吹过的牛逼，只记得我是一个勤劳的女汉子，哈哈。不过说归说，干起活来我是丝毫不马虎的，从抹不平到有一点点平，到最后灯光下也几乎看不见刀印儿，我还是挺欣慰的。今天虽然第一次刮，成果还不错，虽然不如专业师傅做得好，但是我自己还挺满意的，就是太慢了。今天只刮了最小的一个卧室。想了想，这么好的活怎么能忘得了闺蜜呢？你们帮我想想，明天该坑哪个？你到了一个快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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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到了一个快递。由于之前找的刮腻子师傅临时爽约，出了不少状况。闺蜜为了不被我拉来娘家的表哥，赶在新年前临时加塞，给我刷了个大白，新年新气象。专业师傅就是专业师傅，几天就干完了我大概干到明年夏天也干不完的活。从我打算买阁楼开始，一路被不理解、被质疑，再到自我怀疑是不是真的选错了。直到刷完大白后，我看到他的第一眼，突然感觉前面的一切不愉快瞬间被治愈。因为它属于我呀，只属于我一个人，就是无论我以后会有怎样的际遇，也无论它是不是被所有人看不上，但我知道它会是我想一个人静静时最安心的去处。没有人是另一个人永远的避风港，也没有人可以帮另一个人永远的做决定，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呀，只有自己去经历、去做主、去尝试。
有人说我就是任性，就是冲动，一定会后悔的。但是我想说，永远不要站在30岁的年龄去质疑20岁的决定，当下无悔最重要。未来生活，你热爱什么就是什么，追随什么。希望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，可以永远年轻，永远冲动，永远虎。考虑过换门，但是问了家，给我要2000多。这么一个防盗门竟然要2000多，太贵了。看来换门是行不通了，剩下的就只有改色或者贴纸了。其实从我买阁楼到装修这块，我妈还是很人性化的，啥也不管，任凭我自由发挥。唯独这个门，跟她商量了好久了，就是不让动。时不再来，说干就干。趁着过年她不在，说啥今天也得给她整明白了。从网上看了好多博主的改造视频，最后果断选了改色漆，材料早就偷偷发过来了。颜色嘛，要改就改个有难度的2色的，外黑内白，这是第一遍的效果，还不得给我上演一出母慈子孝。咋交差呀？不过整成这样了，整也得整，不整也得整。算了，先弄黑色的吧，硬着头皮也得继续刷。这个黑色效果我还是很满意的，一遍效果。前后刷了2遍，这个效果。几家卖门的实体店，最后果断选了最后这一家，性价比最高的。在这里单独定做的门框材质，我选的不是实木的，而是密度板的，因为实木的太贵了。门上定制的开孔造型，用来安装玻璃，不过玻璃不能马虎，我特意找老板单独订的长虹玻璃，一共花了还不到1半的钱，希望不要翻车。不过师傅上门来安装，一上来就遇到了大难题，玻璃安不进去，因为门芯尺寸是按照普通玻璃来的，但是长虹玻璃的厚度比普通玻璃要厚那么一点点，就这一点点，我们费了半天劲儿也没安进去。来帮忙，哪到呢？用了一罐，果然丝滑了不少，不过劲儿还是没少费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万幸结果是圆满的。接下来的安装步骤就顺利多了。门安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最后的效果吧。我是一点也没闲着，连着忙活了好几天，终于把客厅、餐厅还有小卧室铺完了，剩下的地板贴不够了，另外2个卧室还没得贴。但是我的老腰就已经要废掉了。之前提过，我选的是 PVC 10足地板贴，遭到了广大网友的一致吐槽，但奈何我最终还是败给了颜值。评论里更多的人给我推荐的是锁扣地板，其实我一开始有考虑过锁扣地板的，但是在某宝找了一圈也没有看到可以拼人字的。实体店我也问了一下，也没有，只有成感性，感性战胜理性。总结：颜值至上，谁让我就是颜值狗。人字拼可是我当时一眼就相中的。其实我给过自己思考时间的，十分艰难的思考了觉得不能妥协，人字最爱，说干就干。但是拼起来才知道有多费劲儿，这地板贴太粘了，本来是怕冬天粘不结实，我第一块也没仔细想想就摁上了，结果摁上就取不下来了，草率了，没有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再往下贴，箭在弦上，不发也得发，也没得后悔了，只能接着干。先拿小卧室练手，第2天客厅和餐厅就顺利多了。人字的造型加上这温柔的颜色，有没有长在你的更年轻化一点？由于买了好几款水晶灯，我怕碎，收到先拆开挨个检查了一下，下午预约了安装师傅上门来安装，终于要换上我心头的满天星魔豆灯，北欧风格的，可以3色调光，不容易藏灰。最关键的是这里边这一颗颗小星星也太好看了吧，感觉像握了整个星空在手里。
餐厅里我选的是一款网红南瓜吊灯，木头材质的。这个灯是我当时刷视频一眼就相中的，文艺范儿十足，而且搭配斜顶阁楼，简直不要太浪漫了。主卧我选了风扇灯，也是原木的。有没有跟我一样夏天晚上不太喜欢开空调的？所以风扇灯绝对是我的首选。当然，对于颜值狗来说，关键还是颜值啦。风扇灯颜值必须可能少得了壁灯呢，果断安排上。给大家看一下整体效果吧。我来打扫一下卫生。